大家好，我是老陈，我继续我们的彝族黄昏恋的节目。范儿提出，在我们婚前最好签一个婚前协议和定我们的遗嘱。我非常赞同他的想法，因为我们双方都有小孩，我有一个女儿，他有一个女儿一个儿子，我们双方都有财产，都有房产，所以我们先定了遗嘱，就是我身后我的东西给我的女儿，她的东西给她的子女。在遗嘱里他特别强调了，在医院里他不希望用机器来维持生命，我也同意，所以这条我也写进去了。也就是说，如果我在老的时候有什么手术，或者在抢救的过程中要用到机器来维持生命的话，我们都希望就过去了，不要用机器来维持生命。还有就是在我们病危的时候，失去意识的时候，他希望我做主，我也是希望他做主，也写了进去。然后我们就定了一个婚前协议，不管谁过世，我们的财产全部属于我们自己一方的子女，这样就会避免我们双方子女的反对我们的婚姻。这个在我们大陆是非常普遍的，就是大陆的子女反对他们的父亲或者母亲的再婚，而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为了财产。他们认为父亲如果再婚以后，或者母亲再婚以后，如果父母亲过世，就会变成父母亲的配偶。在大陆机构做了调查，65%的小孩都反对父母的婚姻，他们双方子女都反对，甚至他们会把户口本或者有关结婚的证件他们藏起来，不给父母再婚。而在美国，这个情况发生的还是比较少。范儿的女儿和儿子都欢迎我们结婚，没有一点异议。我的女儿也同样，她也没有表示反对，而她也说，你和妈妈分居已经将近20年，你们之间的感情也已经淡薄，所以她妈妈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反感。这是我亲口问她的，反而是她妈妈周围的一些人对我进行了污蔑，说我在美有情人什么什么的。其实这个问心无愧的，在美国20年，我没有一个情人，也没有一个女朋友，我是对得起我的孩子，也对得起我的前妻。这个遗嘱花了我700块，有律师，还有他请来的证人进行证明签字，而我们双方的婚前协议一共花了1300块钱，而起草方是我这一方，所以我出了1000块，而范儿这一方他是签字方，所以他那个律师收了他300块钱。就这样，我们为我们自己的婚姻扫除了一个障碍，也就是我们双方子女都同意我们再婚。也就是说，
我们子女双方并不会因为我们婚姻他们的继承权而得到任何的变化。这个也是一个重要的步骤，来完成我们的结婚的安排。我们和子女并没有谁欠谁的问题。最近我看了一篇文章，这个文章是香港电台知名主持人梁建章给儿子写的一封信。这封信的名字下辈子都不会再见了。这是一封很好的信，有几条我认为我看了也非常的赞同。其中他写的第6点，我不会要求你供养我下半辈子，同样的我也不会供养你的下半辈子。当你长大到可以独立的时候，我的责任已经完结。今后无论你坐巴士还是宾士，吃雨汁还是粉丝，都要自己负责。我认为这句写得很好，因为在我们大陆都是独生子女，很多独生子女的儿子或者女儿都非常的宠爱，他们对自己的双亲依赖性非常的强，他们认为父母亲的一切都是他们的，而且父母亲应该供养他们一辈子，帮助他们一辈子。所以这个也非常普遍的在我们生活中，在我们的社会中。所以他这一句讲，就是你独立了，你就应该自己来决定自己的命运，你不要期望父母养你一辈子，而我自己父母也不会期望你养我们一辈子。这个就是美国的独立性，这个我是非常赞同的。所以我在对待子女的关系上，我也是这么做的。我认为我可以帮我女儿，但是我不可能帮她一辈子，我不可能来牺牲自己的生活来帮到她我死，因为我的生命只有一次，我自己的生命由我自己安排，而不是为了子女来安排自己的生命。这个我非常有感触，就是当我在上海的家庭要我回上海的时候，我就做出了这个决定。我说我不想回去，我就留在这里。这个使他们感到非常的不开心，但是我认为我的生命是属于我自己的，我的命运由我自己做选择，而不是由其他人来做选择。我是我的，我不是属于任何人的。所以我也非常赞同这位先生他写给他儿子这封信里的这一条。好了，今天我就聊到这里，感谢收看。